Hello，大家好，我是 Eddie 黄，目前任职于 NVIDIA 问题解决架构部门。今天拍摄这个视频，主要的目的是要介绍 NVIDIA 在医疗领域的高速运算平台 Clara。Clara 的命名是以纪念北美红十字会创办人 Clara Barton。NVIDIA 发展 Clara 已经有2年多的时间，2个星期前，最新版的 Clara 已经释出。新版最重要的概念是提供客户更方便、更上手的医疗 AI 发展与部署工具。新版 Clara 甚至让程式不熟悉的医疗从业人员也可以快速训练出自己的 AI 模型，并部署到工作场域当中。我跟我的同事 Jay 目前拍摄3个视频，演示如何将 Clara 快速上手。每一个视频大约15分钟的时间。透过这3个视频，相信大家也可以追上最新的 AI 训练技术，并快速完成与模型部署的工作。在今天第一个展示的内容有 Clara 平台下载与安装、NMAR 格式介绍、前沿 ROS 与 Optimizer 的选项、分散式多 GPU 训练，希望对大家在发展医疗 AI 有所帮助。大家好，今天要跟大家分享 Clara Chain Live Demo。首先，我们要先将我们的程式码准备好，我们连接到我们公司内部的程式库。首先，我们要先把它下载到我们的本地端，再传上我们的伺服器。我们可以透过 SCP 的方式将这个程式库传送到我们的伺服器上。传送完成后，我们开始连接到伺服器进行操作。我们今天使用的机器是 DGX-1， 更正是 DGX Station， 包含4张 V100 的显示卡。首先，我们创造一个 Clara Chain 的资料夹。我们将这份程式库移到资料夹中进行解压缩。解压缩完后，我们对它进行更名，我们就可以开始我们今天的 demo。根据教学文件，我们先移动到 Scripts 的路径底下。在开启 Docker 的环境之前，我们要先修正 Docker 的启动脚本。修正的内容包含我们要使用最新的 Clara 3.0。以及 Jupyter Notebook 的对应外接部，还有我们要使用的 GPU 数量，以及 AIAA 的外接部。另外，我们要更改我们资料储存的路径。储存完后，我们就可以使用这个脚本来开启我们的 Docker 环境。Docker 环境中，我们透过简易设定环境变数，以及我们对应要 mount 的路径。我们的 Work Director 设定为 Scripts 这个资料夹底下，我们要执行的 Docker Image 为 Clara 3.0。接下来我们改写 Start Docker 的权限，并执行它。接下来我们就进到了 Docker Container 的环境之中。接下来根据教学，我们可以借由脚本开启 Jupyter Notebook。在这个 Install Dashboard in Docker 的脚本之中，我们会安装 Jupyter Lab NV Dashboard。我们在最后加上 Notebook App 点 Token 等于空白，这样可以方便我们接下来的操作。一样，我们改变这个执行脚本的权限，然后执行它。安装完 NV Dashboard 的同时，它也会开启 Jupyter Notebook。我们就可以借由8888外接部来连接到我们的伺服器进行操作。好，首先我们点开我们的 Welcome 的 IPython Notebook。在正式开始之前，
我们先下载我们今天会使用到的 Spring Segmentation Dataset。下载完后，就可以正式开始我们今天的 demo。Clara AI 包含了3大部分，分别是 Clara Train、Clara Deploy 以及 Clara AGX SDK。Clara 是一个正在发展和更新的套件，我们可以看到，随着时间，我们的功能不断的在增加。这个是我们刚刚安装的 GPU Dashboard。我们可以借由这个 Dashboard 去监测 GPU 的使用状况，借由分析这些使用状况，可以让我们的 GPU 效能发挥得更好，也让我们有调整的方向。当然，如果我们有双萤幕的话，我们可以把这些统计资讯放在另外一个萤幕上，就可以得到更好的操作。接下来跟各位分享今日内容的大纲。今日内容包含 Clara Train 的一些基本 API 使用方式，以及 AI Assisted Annotation (AIAA) 的操作细节，还有 AutoML 这个功能，以及最后教大家如何在大型的医疗影像上提升效能以及加速。当然，这个脚本以外还有不同的实作范例可以供各位参考，以及最后的联邦学习也是很值得进一步探讨的议题。不过，今日的主题会聚焦在前4个范例上。接下来我们可以开始准备我们的 demo。今天第一个 demo 的主题为 Getting Started。在这个 demo 之中，会跟各位分享 MR Medical Model Archive 的格式，以及如何透过 Clara 的 API 去设定 configuration， 还有训练模型、微调、绘出以及测试资料集。最后也会跟各位展示如何使用多 GPU 的 API 来做训练。接下来我们透过连结到我们今日的 Notebook。Clara Train SDK 包含3大部分，分别为 Preparation、Training 以及 Model Output。在前处理的部分包含 AIA 以及资料的 Conversion。Training 的部分包含 NGC 上提供的 Pretrain Model、单 GPU 的训练、AutoML 以及联邦学习。以上是 Clara Train 的主要内容。首先透过 NVIDIA 的 API 看一下 GPU 的使用状况。接下来我们定义一些环境变数以及辅助的程式。首先介绍什么是 Medical Model Archive。在 MR 这个格式里面会包含以下几种 JSON file。JSON 的内容包含训练的 loss function、optimizer 以及使用到的 model。MR 是一个 pretrain 好的模型，在 NGC 上可以给使用者进行下载，省去训练的时间。每一个 MR 的资料底下会包含以下内容，其中 comments 里面包含了 training、单 GPU、多 GPU、validation、inference 以及绘出成 TRT-IS 的格式。在 Clara Train SDK 中，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环境变数档案，为 environment.json， 其中包含了一些环境变数，必须由使用者去定义。藉由刚刚定义好的 function， 我们可以把这些设定档显示出来。当然，这些设定的详细资讯都可以在 Clara Train 的官方文件上获得进一步的说明。接下来跟各位解说 config.json 里面包含的内容。这些 pretrain 好的模型都可以在官方文件上获得进一步的解说，譬如说这个 MRI Brain Tumor 的 Segmentation Model。在 config 设定之中呢，包含了 Global Parameters
Training Configuration 以及 Validation Configuration。我们也可以透过刚刚的函式将这些设定细节显示出来。我们在训练的 config 中包含了各式各样最先进的 loss function， 譬如说 dice loss、focal loss、focal dice。我们可以看一下 focal loss。focal loss 的 API 可以在我们的官方文件上找到对应的说明。再跟各位进一步介绍 focal dice loss。这是一篇2018的论文。同时在 Optimizer 的部分，我们可以看到 Normal Grid Optimizer， 这是一篇2020的论文，由 NVIDIA 我们内部的研发团队所发表。所以可以知道，在 Clara Chain API 中所使用的技术都是最先进的。当然，在网络架构中以及 Learning Rate Policy， 我们也都使用了最先进的实作方式。另外 ，Image Pipeline 以及 Preprocessing 这些医疗影像常见的前处理，在 Clara Chain SDK 中都可以使用。接下来，我们就开始准备我们的训练。在这次的训练中，我们发现了一些错误。我们回去看这些 log 资讯，发现是 OOM 的资讯。OOM 代表的是 out of memory， 很可能是我们的医疗影像资料过大，我们的 batch size 设定大于我们 GPU memory 的使用容量。于是我们可以到 configuration 这个 chain base 之中去调整我们的 batch size。我们用 Ctrl+F 来搜寻 batch size 相关的参数。现在是4张医疗影像为一个 batch， 我们将它改写为2张。改写完毕后，我们就可以回到我们的 notebook 准备训练。训练开始之前，我们可以透过 GPU 的监测视觉化来辅助我们等一下的训练。我们先将这些监测的 UI 设置完成。设置完成后，开始训练。接下来，我们可以借由下图的 TensorBoard， 我们可以开启一个 TensorBoard 来视觉化我们的训练结果。当然，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最上面2个 GPU Utilization 以及 GPU Memory， 其中1颗 GPU 的占有率都已经提高，代表模型开始训练。在 TensorBoard 的视觉化上，我们可以明显看到这个是一个 U-Net 的架构。我们回到 Notebook， 看到训练已经开始，我们可以透过 TensorBoard 的 Scaler 来观察我们的 loss 下降状况。当然，这个训练会花费一些时间。我们跳过训练的过程，直接来看结果。训练完成后，总共花费400多秒的时间。接下来，我们可以将模型绘出。一样，我们透过 Clara Chain 的 Configuration 设定档，我们可以轻易的将模型绘出。绘出的模型包含2个，一个是原始的模型，一个是 TRT file。TRT 代表 TensorRT 是经过 TensorRT 优化器产生出来的模型，可以让 latency 以及throughput有更好的表现。我们在对应的输出路径上也可以看到我们产生的2个模型。接下来我们可以对模型进行评估。一样，我们可以透过 Clara 的设定档来进行评估。评估过程会自动到 Validation Dataset 进行验证。但今天我们展示的范例都使用的是范例资料集。所以这边我们训练出来
得到的结果并不是非常好，也是可预期的，因为我们的资料集只有使用一张图片。接下来跟各位展示的是 Clara Chain 多 GPU 的训练模式。我们采用的是 Uber 所开发的训练框架，称作 Horobot。它是一个分散式的快速学习框架，当然也是建立在 NVIDIA 的科技之上，分别是 RDMA 以及 GPU Direct。现在我们可以执行我们的 configuration， 我们的脚本来进行训练。这边的训练过程，我们使用的影片加速，我们可以看到最下面的利用率以及记忆体都同时有2颗的 GPU 正在被使用。以上是第一部分的展示，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观看我们的展演介绍。在今天的介绍功能当中，哪一个是你觉得最有趣的一个功能或步骤呢？我自己的话，我会觉得 MMAR 会是影响最大的一个功能。它让整个开发流程有了规则，对资料科学家来说，不同神经网络训练与测试都可以很方便的归档与维护。对医师来说，想要训练不同的超参数，可以方便有 config 的地方可以修改。最重要的是，如果开发医疗 AI 服务要进行商用的话，这套 MMAR 规则方便我们 ISO 化，符合软体系统品质管理整体开发的流程，对想要申请 ISO 13485医疗器材开发认证的朋友有很大的帮助。最后谢谢大家的收看，如果对 Clara 有任何的问题，随时欢迎你透过 email 跟我们联系。